他们两个在促销的时候，那个价钱我觉得算是蛮有诚意的。对，我上次也是买一个非常便宜的价格，然后后来呢，他在我出发的前一天跟我说，我们的航班取消，然后回程的航班要晚1天才飞。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对于就是要上班的我们来说，就是你知道他的椅子可能就会稍微有点年代感。Hello， 大家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这几年下来搭乘廉价航空的一些评价跟一些比较。那分别会有台湾虎航，然后酷航、乐桃航空跟 AirAsia， 也就是亚航。首先呢，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这几家航空公司。第一个呢是台湾虎航，台湾虎航呢它是华航旗下的低成本航空。那它主要的基地在桃园国际机场，那主力的航线呢是亚洲地区，像是日本啊、韩国啊，或者是泰国，都是它的主力航线。那再来第二个要讲的是酷航，酷航呢是新加坡航空公司旗下的低成本航空，那它主要的机场在樟宜机场，那它主要航线为亚洲跟澳洲线。对，那再来第三个呢是乐桃航空，乐桃航空呢是日亚航空，也就是 ANA 旗下的低成本航空公司。那它的主要基地是在关西机场，那它最主力的航线是日本的国内线和日本周边的一些就是国家这样子。那再来最后一个就是 AirAsia， 也就是亚航。AirAsia 呢，它是马来西亚航空的巨头，而且它也是亚洲规模最大的低成本航空公司。它旗下呢，其实还有分很多个子公司，分别为泰国亚航，然后菲律宾亚航和印尼亚航。它主要的航线呢，遍布在整个亚洲地区和中东地区，它算是一个规模非常大的低成本航空公司。我们先来简单介绍一下什么叫做廉价航空。廉价航空呢，其实不是它的飞机比较烂，或者是它的飞机比较旧，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也没有说廉价航空它的飞安就比较不 OK， 这都是一个非常错误的观念。什么叫做廉价航空？也就是低成本航空。低成本航空的意思呢，是它在飞机上就是单纯的提供你运送的服务，如果你需要其他的服务，都是需要额外付费的，并没有说就是任何地方是比较不好的。因为非常多人会有一个刻板印象，就是觉得廉价航空就是比较烂，其实并没有。对，一定要导正一下大家这个观念。那廉价航空呢，也就是它不提供你任何的服务嘛。那服务包括什么呢？不然廉价航空上面一样会有空姐，只是它空姐的数量就没有那么多，因为它也没有什么过多的服务要服务你嘛，对不对？就是基本的帮你就是收垃圾啊，或者是说你如果有需要购买免税商品这部分，它还是会有这样子的服务。那一般航空会有机餐，然后会有机上的娱乐嘛，就是你会有一个小萤幕，可以让你不管是看电影啊，或者是玩游戏。那这在廉价航空是没有的。那再来就是廉价航空上面也不会有毛毯，所以如果你要搭乘廉价航空是需要自备毛毯的，这部分你可能需要特别注意。然后再来机餐的部分，其实廉价航空跟一般航空都会有机餐，差别在于什么？一般航空呢，在你买机票的时候，机餐已经附在你的票价里面了，而廉价航空呢，这部分是需要另外加购的。那以我们这4家航空公司来说，就是其实你在机上额外购买的餐点，它的费用都不会到太低。对，你也知道嘛，就是一碗泡面原本在地面上只要30-40块，那上了天空，它可能就变成100多块，我觉得这都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对，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每一个航空公司呢，因为他们所属的国家不一样嘛，所以也会加入一些就是当地的特色美食进去。像我的话，我就不习惯在廉价航空上面吃机餐，我是比较习惯，就是我可能在淘机的时候，我就会先吃饱，然后上飞机我就直接睡觉。所以我觉得，餐点的部分对我来说是没有太大的吸引力啊，就是你可以自己选择，因为也是蛮多人会选择说在飞机上还是习惯要吃一餐。对，我觉得这是个人的选择，没有所谓的对或错，或者是划算不划算，就是你可以接受，那就是划算的。对，第三个的话就是免税商品，不管是在传统航空或者是廉价航空，其实都会有，只是每一家的品项都不太一样。对，这部分我觉得也不是太严重的问题吧，因为我们在免税店其实已经可以先把这些东西买完了。对，那接下来就是讲讲它的舒适度。我觉得以就是这4家我全部都搭过的航空来说，舒适度没有太大的落差，因为廉价航空普遍来说都是用 A320嘛，那就是33的座位。我觉得飞机就是
没有到特别大，但也没有到特别小。那座位上其实距离都是差不多的，所以不管你搭哪一家我觉得都一样啊。只有酷航比较特别，因为酷航是新加坡航空旗下的低成本航空嘛，所以它可能有一些就是退役的机型啊，就是会到那个酷航这边，那它就会有比较大的，例如说波音787啊之类的，就是比较大的机型可以让你搭乘。我觉得也是看航线，我觉得有时候是看运气啦，对。通常我们在那个订机票的时候，上面其实就会写说，这个飞行的机型是哪一台。那如果你说你很 care，机型的部分，你也可以在你要买机票的时候就先选好。那当然价格可能会有些许的落差，我觉得这都是难免的。那再来，如果说你真的很想要很舒服的位置，那廉价航空也有提供你一项服务，也就是加价选位。那你当然就可以选到，他们都会有那种前面有点像类似传统航空的豪金舱，对，那你就可以选择就是比较舒服的位置，那就是付钱，对，付钱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对，我觉得问题也不是太大。那就是传统航空跟廉价航空最大的差别。好，那接下来呢就要讲讲行李了。会选择廉价航空呢，最重要，大家最 care 的就是行李，它免费提供的公斤数了。是酷航啊跟虎航，他们免费提供的公斤数都是10公斤，对，没有听错，10公斤。10公斤呢，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像我平常的话，就是我去程都不买公斤数嘛，10公斤对我来说已经非常足够了。就是你可以把你可能7、8天的行李都装到那个登机箱里，我觉得已经非常够了。而且我们通常都是2个人，用不到10公斤，对。好，那如果说是乐桃呢跟亚航，他们2个的公斤数就少了一点点。来，他们2个都是7公斤，你会觉得10公斤跟7公斤好像也没有落差很大嘛？老实说，落差蛮大的。好几次我搭亚航或是搭那个乐桃，我都快被那个公斤数烦死了。因为你知道差那个3公斤，3公斤多重呢？大概就是一个登机箱的重量。对，你知道一个登机箱的重量，你可以装很多件衣服，或是很多个充电器。像我们要带很多摄影器材，那个充电器的那个重量就非常的重，所以那3公斤对我来说非常的重要。对，那你就可以自己选择咯，就是可能你自己要稍微注意一下。如果你也是像我一样，就是去程都是不买公斤数的话，那3公斤真的。You know， 对，非常重要。那再来的话呢，就是托运行李。4家航空公司呢，他们都有提供就是加购的托运行李。那你可能要特别注意的是，如果你是在订票的时候，或是起飞4小时前去加购行李的价格，会跟你到机场才加购的价钱是不一样的。请记得一个原则，就是订购时加购是最便宜的。那第二个就是起飞前4小时。就一定要往前推4小时以上哦。那再来第3个就是机场柜台直接加购，那个是绝对是最贵的。那4家航空呢，都分别从15公斤啊到45公斤都有不同的门槛，可以让你去加购。我觉得就是依照你自己的行李重量去加购就可以了。对，那只有一个航空比较特别一点，对，上次也是差点把我搞疯的，也就是乐桃航空。乐桃航空呢跟其他航空公司不一样，其他航空公司就是例如说我加购了20公斤，那我可以有很多件加起来20公斤。例如说我有一个行李袋5公斤，然后两个纸箱10公斤这样子去拼凑起来15公斤或20公斤这样。那如果说你搭的是乐桃航空，这部分你就要特别注意了，因为乐桃航空呢，它是以件计算，你每加购1件就是20公斤。如果你今天有25公斤的行李，那很抱歉，它没办法让你多加5公斤的费用去让你托运，它就是你必须再加一个20公斤，而且它是1件20公斤。所以例如说你的行李箱可能就是本身就已经非常重了，可能重达7、8公斤，好，那你剩下可以装的重量可能大概就是在12公斤。就是如果说你是搭乐桃的部分，可能要特别注意。那其他航空公司我觉得都差不多，就是反正我有多少行李我就付多少钱，我觉得是蛮 fair 蛮合理的。对，那这就是行李的部分。那接下来就要讲价钱的部分了。会选择联航通常就是会比较 care 说价钱的部分嘛。那价钱的部分呢，你们也知道，就是你们一定要有一个观念，就是不同的航线在不同的时间，它的价钱会有所波动。不管是一般航空或者是廉价航空，只要是机票，它都是有波动的。你不可能今天看的这个价钱，明天还是这个价钱，后天还是这个价钱，这价钱都是会变的。所以当你在准备订机票的时候，只要看到那个价钱是你可以接受、你满意的，麻烦你就直接定下来了，因为很有可能你明天再去看，你可能想了一个晚上再去看，那个价钱可能就会有
很大的落差，这都是有可能的。对，那再来说，这4家航空公司啊，票价的话，可能还是会有些许的一个差异性。如果说以 AirAsia 跟酷航来说，他们两个在促销的时候那个价钱，我觉得算是蛮有诚意的。那如果说以虎航跟乐桃来说，我就觉得对，不要说乐桃好了，以虎航来说，今年度这几次的那个促销来说，我觉得，就是如果是这个价钱，我可能会选择买传统航空。对，那你就知道。那当然说，像这种促销票价也是有一点小小的风险，像是亚航上次就出现了一个闹剧嘛，就是那个台北飞东京不是开了一个新的航线吗？然后开了一个新的航线呢，就是单程888，就是我记得是3月发生的事吧，就超多人抢到票了。结果抢到票以后发生什么事呢？对，他没有拿到航权，所以抢到的那些票完全没有用，就是不飞，退费给你，就后面的手续。所以，我觉得不一定要抢促销票啦。以我来说，我是觉得说，如果这个价钱你觉得 OK，那就是一个 OK 的价钱，就是你可以接受。我们就出国嘛，如果不能接受，我们就在等嘛。我觉得就是这样子啊。对，所以票价也没有说一定要多少才叫便宜。我觉得只要是你觉得满意，你觉得可以接受，那就是一个便宜合理的价格。对。那接下来呢，就要讲讲就是联航最常给人家的刻板印象就是联航常常不飞，或者是联航常常 delay。好，这个事情呢，的确是有发生过。对，那以4家航空来说，我都有搭乘过嘛，唯一有 delay 到的就是酷航。对，没错，就是酷航。酷航呢，上次我在过年的时候，因为我选了一个很优惠的价格的机票，然后呢，我要从台湾飞到新加坡，然后再从新加坡转机到胡志明。那我在从台湾飞到新加坡的那一段，就是有发生一个大 delay 的状况 ，delay 的时间好像是2个半小时嘛，就是很尴尬的，就是也没有达到4个小时，就是也不能申请理赔。然后他是在我们已经入关以后，然后去登机了，然后就突然看到，改了登机门，然后也改了时间。对，那我记得我最后那一趟整个旅程下来，我从我出门到抵达新加坡花了10几个小时吧。然后我就想说应该是过年的关系吧。然后结果后来我回程的时候，从新加坡回台湾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我非常的幸运，2趟都被我遇到了。对，那其他航空我倒是没有遇过，就是有 delay 的状况。好，那接下来呢，我就要总结一下，就是这4家航空公司，这4家航空公司呢，都是我已经有搭乘过了。那就是我来分享一下我个人的体验跟评价。那我们先从虎航开始。虎航来说呢，因为它是台湾的航空公司嘛，所以第一个最方便的就是语言汇通。对，我觉得语言汇通，如果说当你有任何需要的时候，跟空姐啊，就是需要什么协助的时候，我觉得是比较方便的。对，那再来的话，我觉得他们的空服人员都还蛮细心的就是也没有什么好挑剔的吧，就是我们也没有说想要非常多额外的服务，但是如果我们有需要的时候，它都是可以很及时的，就是提供我们协助，我觉得这样就很够了。那再来的话，我觉得缺点的部分就是，我觉得它最近的票价好像的确有一点点小小的偏高，就是如果以这个价钱来说，我可能会直接选择传统航空，可能多补个1000、2000、3000，我觉得我会想选择一般航空。对，那第二个我们来讲一下酷航好了。我觉得酷航最大的优点就是他们的空服人员都好活泼，就是非常的热情。你一进门就可以感受到那种热情洋溢，就那种青春洋溢的感觉。对。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我觉得很大的优点是他们的飞机通常都是大飞机，所以坐起来的舒适度跟整个飞行的稳定度是比较好的。缺点的部分就是真的就是 delay 的部分有让我小小的伤心到，对，有点小可惜。对，那再来第3个。就是 Peach， 那叫什么 ？Peach 叫做乐桃航空。乐桃航空的话，你知道，就是它是日本系的航空公司嘛，所以他们的服务当然就不用说了，日本的服务就是特别的优质，你知道？对。那如果说以舒适度啊，或者是服务来说，我觉得也没什么好挑剔的，就是非常棒。可能唯一小小的缺点就是行李吧，我觉得行李对我来说是一个会让我不想选它的原因。那我觉得这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啊，就可接受就接受啊，不可接受我们就换其他航空嘛，因为小小的问题。然后再来就是可能它的机型好像也就没有那么新，就是你知道它的椅子可能就会稍微有点年代感，也可能是因为我搭到的那一班刚好是
就是比较旧的机型啊。对，那再来第4个是 AirAsia， 就是亚航。亚航我搭过一次，对，那我觉得以优点来说，应该也是，就是我不知道就是我觉得东南亚国家的航空公司啊，他们跟东北亚最大的差别就是东南亚航空公司都是整个就是很热情，你知道吗？你就是一上飞机你就知道，哦，我是要去度假的，好开心，好开心，就是我那种氛围是很棒的，对，那氛围很棒以外，然后我觉得椅子的舒适度也还算 OK， 反正就是 A320嘛，你知道，就是都一样，就是我觉得对我这种官退的人来说，没有什么不舒服，而且我常常被分配到就是那种逃生位，前面有超宽敞的位置，所以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好挑剔的。对，那再来缺点的话，机型的话，可能就真的稍微旧了一点点的模型，也可能是我搭到的刚好就是很幸运的搭到一个比较旧的机型。对啊，我也只搭过一次 AirAsia， 对啊，我之后如果有再搭的话，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对，那总结4个航空公司来说，如果你是以价格取向的人，那我觉得 AirAsia 跟酷航会是比较适合你的。那如果说你比较在乎的是可能服务，就是那种无微不至、贴心的服务，虎航跟乐桃应该会是比较适合你的。那4家航空公司呢，都各有它的优缺点，我觉得就看你自己的喜欢。我觉得时段 OK 啊，然后价钱 OK， 不管是哪一家低成本航空公司，我觉得都没有太大的落差啦。对啊，只要是你觉得 OK 的，那就是最好的航空公司咯。那希望这部影片可以协助到你，就是在选航空公司的部分哦。那我们下部影片见喽，拜拜。